如果地球上所有海水都变成淡水，会发生什么？在那一瞬间，地球上的淡水危机将被彻底解决。可大部分人类却丝毫没有意识到危险正悄然来临。1天后，众多海洋生物开始陆续死亡。在1万年的进化过程中，鱼类身体的细胞已经完全适应了海水中的渗透压，所以一旦海水变成淡水，它们体内的组织将被彻底破坏。1周后，大部分浮游生物和藻类植物开始消失。根据研究分析，地球上70%的光合作用是由海水中的藻类所完成，因此一旦海洋中的藻类全部消失，地球上的氧气将会减少70%以上，并且这些海藻植物的腐化会释放出大量甲烷，进而在大气中产生更多的二氧化碳。陆地上的动植物也会因此受到较大影响，温室效应加剧，地球开始陷入了恶性循环。1个月后，海洋生物已经全部死亡，而冷库中的海鲜也即将消耗殆尽，沿海地区的渔民几乎全部失业，整个海洋产业链开始逐渐崩溃。1年后，地球气候发生了巨大改变，由于盐分消失，导致海水密度下降，因此再也不会有洋流来调节气候，赤道附近的极端天气会变得更加频繁，其大洲出现了从未有过的狂风和暴雨，地壳活动加剧，地震和火山喷发接踵而至。仅短短1年的时间，地球就不再适合人类生存。所以说，海洋中的盐分对维持地球平衡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。其实，早期的海洋并不像现在一般富含大量盐分。45亿年前，地球的地壳刚从一片炙热中冷却下来，此时的大气温度也逐渐降低，并陆续形成了水蒸气，这就导致地球暴雨频发，众多水流汇聚到了一起，最终形成了原始的海洋。这些水流在汇入海洋的过程中，对沿途经过的土壤和岩石不断的进行冲刷，使其分解，并产生了各种盐类物质。再加上海底本身的地质活动也会溶解一部分盐分到海水之中，久而久之，海洋中的盐分也就越来越多。有科学家曾做过估算，如果将海水中的盐均匀地平铺在地球表面，可以堆叠到40层楼的高度。不过，虽然海水中的盐分含量如此之多，但可惜的是，随着全球气候变暖的加剧，大西洋的海水已经开始逐渐淡化，而海水淡化会直接导致洋流发生变化，较冷的海水涌向赤道，但较暖的海水却相反的涌向两极，这就间接加剧了两极冰川的融化。而冰川的融化不仅会让海平面升高，进而威胁到众多沿海城市，并且还会导致地球淡水资源越来越少。如今，缺水已经成了我们需要面临的重大问题。为了寻找可用的水资源，人类付出了巨大的努力，比如新兴的海水淡化技术。虽说它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淡水危机，不过此项技术仍然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和电力成本。再加上海水淡化后，废水又会重新排入海洋，这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，海洋生物也会因此受到较大影响。所以从本质上来讲，海水淡化并不是解决水资源短缺的根本办法，其实最有效的措施还是要节约利用并珍惜日益减少的水资源，只有这样才能保护好地球，也只有这样才能让我们人类更好的繁衍下去。我是舰长，我一直都在。